Hello， 大家好，我是雙人徐，歡迎回到我的頻道。到日本玩一定少不了逛街的行程吧？這幾年累積下來，大概也買了上百樣的日本藥妝跟生活雜貨。但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東西網絡上說必買，買回家卻只用一次，甚至根本放到過期。所以這一集我們直接幫大家整理出真正值得回購的日本好物，同時也會分享哪一些東西我們真的不推薦買。希望大家看完這支影片可以少花點冤枉錢，把預算留給真正值得帶回家的東西哦。影片開始之前，請先幫我點個讚啦！看完影片有喜歡可以幫我訂閱、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因為我本身自己是痘痘肌啦，就是油性肌膚，然後又蠻常會長痘痘，所以其實這一款佩尔的化妝水呢，我應該有用了超過10年有吧。從我第一次去日本，那時候台灣還沒有進這個商品的時候，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我就已經有買，用到現在，基本上這是我固定在使用的商品。我印象很深，是我們第一次去上野，在 Ostrug 裡面找到的。現在這個化妝水，其實在寶雅或者是屈臣氏，其實都已經可以買到，但是當然價格比較貴啦，日本買還是比較便宜一點。本身裡面有加甘草酸二鉀，就是其實日本藥妝針對痘痘肌或者是這種油性肌膚去抗發炎的成分的話，都會加入。那我自己用起來的感覺是因為畢竟我覺得它又有主打一個弱酸性，所以它並不會那種很刺激的感覺，真的是擦上去是很舒服，尤其是夏天。我基本上這個是夏天，我早上洗完臉跟晚上洗完澡我都會用，自己會覺得那個肌膚的穩定是有比較好的。當然，你不是說用了這個就不會出油，我覺得沒有那麼誇張，還是會有出油的狀況，但是我覺得有比沒有用的話還要改善蠻多的。當然，也不會說用了就沒有長痘痘，我覺得這個都太誇張。對，可是我覺得有減少我長痘痘，尤其是粉刺，有減少長粉刺的這個狀況出現，因為它其實真的是蠻水狀的，其實就是擦在你的肌膚上面，我覺得它的那個吸收程度是真的蠻快的，本身的味道也不会到太重，所以其實擦上去真的蠻快就吸收的，這點是我也覺得它很棒的地方。我自己是蠻推薦的啦，我真的用了真的是10年，超過10年了，我自己覺得它長期用下來真的有那種穩定的感覺。如果你跟我一樣也是很常長痘痘又是油性肌膚的話，我覺得就是把它當作是每天的保養用的化妝水，我覺得是 OK 的。這一款呢，也是我本身用超過10年的洗面乳，當時是我以前的室友就是推薦我這一款洗面乳，說這款真的蠻好用的，因為它本身也是痘痘肌，也是很容易出油的肌膚，推薦我用，我就買來用看看，一直用到現在，也是超過10年。比較特別的是，因為它是跟 Seven 一起聯名出的 Fancl 的草本潤澤洗面乳，這個就是只有在 Seven 的通路可以買得到。那它其實已經換過很多次包裝了，它現在是最新的包裝是長這樣子，它是 Fancl 監製，它其實主打就是說它是用天然的礦物泥去吸附皮脂跟去除掉毛孔的髒污。我自己用下來的感覺是我喜歡它的那種泡泡感，就是它是很綿密的泡泡，洗完之後臉不會乾澀，对，不會澀。我很怕就是洗面乳洗完之後你會覺得臉很乾很崩，你會覺得說哦，這樣好像去油的功能很好。可是其實我覺得，以我自己油性肌膚來說，我覺得還是要讓那個臉的舒爽度是比較好的。以我自己用下來的感覺是說，我覺得洗完之後會覺得是很清爽的感覺，也有稍微改善一點，就是我臉會很容易長粉刺或者是痘痘的狀況。我覺得它有強化我整個肌膚的一個穩定，這個我是蠻推薦的。你想要試試看不同的日本洗面乳的話，這一條我覺得你可以買來試試看。這個呢，也確實是去年吧。我們去年就是在出國之前，在做功課的時候，我們就會一直去看到底那時候日本代購在代購什麼，或者是日本現在大家又在瘋買什麼東西。然後那一陣子就很瘋這個漱口水，它就是這種一條一條一條的漱口水，然後它有很多種口味，像這一個是檸檬口味的，然後像這一個是戀愛的蜜桃口味的，我自己也很喜歡。第一次我用它的時候，我是覺得蠻神奇的，因為它沒有加酒精，然後又是很低刺激的配方，然後它主打就是說，你大概漱一漱20秒之後，
就是吐出那種咖啡色的東西。它其實很特別，就是它是有一些成分去吸附你口腔的蛋白質，去凝結那個髒污。對，所以它並不是說你今天用這個漱口水漱出來之後是漱出什麼牙垢或者是什麼，不是，它只是它的成分把你的髒污去凝結出來。我個人自己呢也是多買很多組，都會放在家裡。其實我沒有每天用它。我其實大概就是1周會用個1到2次，尤其是我有特別放1、2組在公司的抽屜。假設你今天中午吃比較重口味，有那種蒜味或者是什麼的東西，其實嘴巴有的時候你刷完牙之後，你嘴巴還是會有一點點氣味，你就可以用這個漱口水稍微漱一下，真的不會有味道。而且其實它的邏輯跟很久以前有流行過蜂蜜的漱口水的蜂膠吧？对，蜂膠的漱口水的邏輯一樣。可是蜂膠的那個會有點澀澀的，這個應該沒有澀澀，完全沒有任何刺激的感覺。而且因為它又是檸檬，或者是尤其是如果你有試看這蜜桃，真的是甜甜的味道。如果你今天又是要去參加什麼重要的場合之前，你又怕口氣不好的話，真的。一條稍微漱一下，我覺得那個整個口腔的那個氣息度改變會蠻好的。這個也是我長期一定會回購的商品。那這個真的蠻好買的，在藥妝店啊、唐吉訶德都買得到。對，現在其實連便利商店都買得到，但是盡量還是去藥妝店買會比較便宜。對，這個推薦。這一個面膜呢，應該是我去年開始長期回購的面膜之一，但是我覺得也蠻好笑的。一開始我是被包裝給吸引，對，它就是因為覺得太可愛了。一開始我就想說，這包裝也太可愛了吧！它其實有特別有寫，它其實有添加了2種殺菌跟消炎的成分，一個就是水楊酸，然後就是殺菌，另外一個是甘草酸2鉀，就是消炎的成分。然後後來我在買的時候，我就上網去查，就說其實臉部很容易長痘痘的，或者是臉很容易泛紅的，其實這一款做到一個蠻好的改善。我自己很喜歡這一個的面膜是它的這個面膜紙其實是蠻薄的，不會到很厚重。我也很不喜歡面膜的精華液很多。以前我會用那種什麼美差日記啊，那種它不是一包一包的嘛，然後你打開來的時候，它那個精華液還非常多。其實它就是我都不會到那種什麼精華液滴下來的那個狀況，它敷起來的感覺其實是很貼合到肌膚的，然後是很清爽的感覺。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種比較不會這麼黏膩的面膜，自己是每個禮拜會敷1次，因為我覺得痘痘肌還是不要讓你的肌膚太過頻繁的去注入太多的東西，所以我就還是平常就是做好清潔基本的保養。那我可能每周日晚上的時候我就一定會敷1片，然後我自己都是敷個20分鐘左右，拿起來的時候其實你都不會覺得臉是很黏膩的感覺，是我很覺得它很不錯的地方。那說實話真的長期敷下來，我覺得長痘痘、長粉刺的狀況有稍微改善，然後我覺得有時候臉部泛紅也會有改善，退紅也蠻不錯的。對，所以這是我蠻喜歡的這一款面膜。很奇妙，就是它在一般的藥妝店買都比較貴，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你想要買這個面膜的話，可以去唐吉訶德。唐吉訶德不知道為什麼都會便宜一點點。這一款呢，也是大概去年底在脆上面很多人推薦的，也就是痘痘肌用的面膜。那它是 Kosei 旗下比較平價熱銷的品牌，這個在各個藥妝店其實都會看到。我後來發現，現在台灣也已經有賣了，寶雅也已經有了。它的特色就是它一樣也是有添加了水楊酸的殺菌成分跟甘草酸2鉀的消炎成分。那它有另外額外增加的是多一些保濕的精華。它其實說實話，鎮定的效果也是蠻不錯的。這一款跟剛剛的那一款來比的話，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你看這邊已經有精華液滴下來了。它的精華液相對就真的比較豐沛一點，然後它的這一個面膜紙，我自己覺得有稍微比較薄。如果以跟剛剛的那一個比起來的話，我覺得它是貼合感也會更好。這一款我覺得 OK， 可是如果跟剛剛那個比的話，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就是肌美晶的原因，是因為肌美晶的那個精華液不會這麼多。這一款它整片的面膜是真的是比較濕潤的這個狀況，所以如果我後來就是敷這一款的話，我可能只會敷5分鐘到10分鐘，我不會敷太長的時間。我之前感受度比較高的是，因為我有的時候左右臉這邊有的時候曬太陽曬太久，它會有泛紅的狀況。那一天晚上回來，我馬上就會敷它，隔天起來就會完全退紅。尤其是我覺得換季啊泛紅的時候，臉部有泛紅的時候，真的蠻好用的。所以我自己還是都會備
備一包，就是如果說今天臉部的狀況、泛紅的狀況有比較嚴重，我就會用這一款來去做急救。這個呢，也是當時我很好的一個朋友推薦我的。他那一次去日本玩的時候，就買了他們家的女生，就是一般版的消臭石，然後就說它驚為天人好用，然後就推薦我用。這個的可以說是日本止汗品牌的代表之一，可以說是銷量非常好，每次都是 Adoko Cosme 的排行第1名啦。它特別的點就是說它是這樣子一條狀，然後它就是這種直接可以這樣子把它轉上來轉出來的。它是利用天然的明盤石成分去抑制你的汗水，去中和掉你的異味，又可以做到抗菌，來去從根本解決體味的問題。那我蠻喜歡的點是，它本身是沒有香味的，抹起來的感覺是很霧面的，就會很像沒有抹東西的感覺。說實話，我覺得它可以撐到一整天。尤其是夏天，我覺得它的整個效果都很好。但是我一定要特別講，這種止汗劑不會說完全讓你不流汗，我覺得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覺得它有做到一個東西是，因為我覺得畢竟男生啦，有的時候流汗流比較多，多少會有一點汗臭味。我覺得有用了這個之後，是真的不會聞到說，我的腋下有一個汗臭味的感覺。不見得是狐臭哦，就是只是單純的汗味。我覺得這件事情有改善。再來，我會一直回購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每天上班要穿襯衫，然後我以前可能用其他的那種液態狀的那種止汗劑，或者是我也有買過用噴的那種，然後用完之後久了之後，腋下的這個地方，襯衫的下面都會黃啊。就是你知道那有多尷尬？上班如果要簡報或者什麼，然後舉起來，你就會看到這下面有一片黃黃的，就很尷尬。自從我用了他們家之後，這件事情在我的襯衫已經沒有再發生過。對，這就是為什麼我會一直在回購用它的原因，這是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我覺得它很適合你不喜歡止汗劑有味道的，因為它其實沒有香味。因為男生的止汗劑太多，都要強打一些很特別的味道，因為它會用味道去蓋掉你的汗味。对对对。可是有的時候汗流的更多的時候，那個味道很恐怖。我其實不喜歡，因為有時候你走過去一聞，你會知道那是止汗劑的味道。可是我其實不喜歡，所以我也是都在找這種沒有香味的。所以我也是我是真的蠻推薦、蠻喜歡的啦。那我自己都是固定，我是在唐吉訶德買。我有稍微比較一下，其實各個通路的價格都差不多。对，那它有分，像我買的這個藍色的，這個是專門有特別否男生用的，一般版本的那個是白色的，就是你們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買來用用看。這個眼藥水呢，也是我用很久了。說實話，我每一次去，只要我的庫存沒了，我就一定會買一盒來補。其實眼藥水真的很多人有介紹過，你會看到很多 YouTuber 也有介紹很多種眼藥水。說實話，我之前也有聽過一些眼科醫生說，就建議不要隨便亂使用這種眼藥水，因為你不曉得你眼睛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所以我還是要分享這些，還是要先特別就是聲明一下，就是如果真的眼睛有很不舒服的話，我覺得還是要去找眼科醫師會比較好。真的是日常需要稍微舒緩的，我覺得你就可以使用這一類的眼藥水。那我自己已經長期使用它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本身的成分，像是有維生素 B12、維生素 B6 去改善你眼睛的疲勞。那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款它是不含防腐劑的，它就是這樣子小小的一瓶。我自己是只要眼睛覺得說一整天在上班下來，覺得眼睛稍微有點酸，或者是眼睛會覺得就是點點刺刺的，有點微微不舒服，或者是有的時候眼睛有那種灼灼的、勒勒的狀況的時候，我就會稍微點一下，讓眼睛稍微放鬆一下。我覺得這個改善是蠻好的，因為我也不喜歡眼藥水是那種很涼的，我沒有想要讓我自己的眼睛這麼刺激，它是完全沒有涼的感覺，對，所以我自己是萬年會回購這一款。那它是連戴隱形眼鏡也可以直接使用的，對，所以我覺得它是我如果今天要推薦眼藥水的話，我就只會推薦這一款啦。那如果你今天稍微眼睛有點不舒服的話，我覺得稍微點一下，那個舒緩的程度是會改善的。這個呢是我們今年才買到的新商品。那時候我就是在逛無印良品的時候，我就想說，因為剛好我們日常用的乳液也沒了，就想說，好像可以來試試看
無印良品的如意。你看我們今年年初買到現在，我們已經用掉半罐左右了，我們就把它放在客廳，就是想到的時候就可以拿來擦一下。我喜歡他們家的如意就是那種天然精油的香氣，然後它抹起來的感覺啊，它是這樣子这種乳狀的，然後我覺得它很好推開。它的延展性很好，水潤的这種感覺是非常好推開的，然後我覺得吸收的感覺也很快，最主要就是它本身的香氣，就是有一點點木質調，然後又會帶有一個薰衣草的風味。我們買的這個啦，我們買的這個是檜木加上薰衣草的風味，真的抹下來就覺得天啊，好舒服哦，好放鬆的味道。但是我說實話，這味道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因為是有點檜木那種木質調的感覺。那我自己覺得，我也很不喜歡乳液抹完之後那種身體的黏膩的感覺。我也是，我超討厭，我就是很不喜歡這種身體黏黏的感覺，因為覺得說我才剛洗完澡，然後我又抹這個，然後身體又黏黏的，就很不舒服。這一個的話，我覺得它的吸收的程度算不錯，對，就是不會讓你覺得黏黏膩膩的感覺。我是蠻推薦，就是如果你日常已經有在使用乳液做保養的人，先去聞聞看有沒有你喜歡的味道。如果有喜歡的味道，買一瓶就是當做日常保養擦，我覺得是很不錯。重點是它保濕程度也很不錯哦，就是真的你隔天起來的時候，你會覺得你的皮膚就是有那種保濕、水潤的感覺。這一款很推薦。這一款口罩應該是我們疫情那時候 COVID 結束之後，我們第一次去大阪玩。然後去逛 Ostrug 的時候，然後我想說，就在那個一整面的那個口罩櫃看到了這一個，因為它寫什麼橫，然後又寫大，然後我就一想說啊，我就是一直在找這種大臉口罩。所以你不是因為被包裝吸引嗎？不是，那時候很痛苦，因為大家。我不曉得，現在勾起一些大家不好的回憶。還記得疫情的時候，還有疫情剛解封的時候，口罩就是不離身啊。對。然後每一次我都想說，到底為什麼台灣的口罩都要出這麼小一片？但是完全不檢討自己是不是因為臉很大。因為我每一次說實話，這種口罩就是台灣的一般這種口罩，我每次都覺得我戴起來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我的臉頰都露出來。當然，好，我要先說是我自己臉比較大。可是因為就是你都會覺得說這邊都露出來，戴口罩就很醜啊。可是因為要一整天戴口罩，對不對？所以呢，我就發現到這一款口罩啊，這實在是大臉的福音，多出了這麼多的這個空間在這邊，至少我多遮到了很多的這個邊邊，尤其是正面看起來是最明顯的，就是你旁邊的這個肉露出來的就變得比較少。因為大家還記得以前要戴一整天口罩的時候，它都不會不舒服。因為我也很喜歡它旁邊是做這種減壓的這種帶子，真的戴一整天，你的耳朵這邊都不會很痛。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如果你今天是希望這種可以包覆多一點，對，包覆多一點的，減少你的這個脆皮把露出來的，我非常推薦你可以買這一款。我先說它不好買，如果今天是在一般的藥妝通路的話，我唯一只有在 Ostrug 有買到，大阪、東京的 Ostrug 我都有買到，但是它的庫存都不多，有的時候架上都只會有1包2包。那我後來會買它，都是直接在 Amazon 上面下訂，日本的便利商店去取貨。它自己的包裝上面有特別講，針對花粉啊、飛沫啊、細菌啊、PM2.5，這個都是有辦法去做阻擋的。希望這一個口罩可以在更多的通路更好買到它。這麼棒的口罩，為什麼不好好的在各個通路能夠買到它呢？這個我很推薦。這個我想應該很多人都不陌生。其實這一款真的，如果你跟我一樣，常常就是吃東西都會碰到衣服的人，這一款我跟你說，請你多買幾罐，你在各個地方都要放。它真的是我截至目前為止，衣物去漬、局部去漬非常非常厲害的。不管你是噴到醬油、咖啡，還是口紅，或者是食物，我覺得它是馬上處理的效果都非常非常好。那它就是這樣子一罐，然後它就是液體的，比如說你滴到東西的那個衣服的上面，在你的衣服的上面，然後下面它有附一片這個吸附的布，你就把它墊在衣服的下面，然後呢一直去搓它，一直去搓它，去搓你那個沾到污漬的那個地方，污漬馬上就會不見。所以這個呢，我個人本身是
家裡也會放一罐，我的隨行的包包也會放一罐，我的公司的抽屜也會放一罐，因為你不曉得你什麼時候會噴到衣服，因為有的時候如果你沒有趕快處理的話，你有時候真的洗衣機也洗不掉你有的這一罐，你就可以以後吃麵啊，吃那種湯的東西就可以放膽吃，你就不用想說我很怕噴到衣服的時候，我又會噴到衣服或幹嘛的。我會常常回購它，而且我甚至會是，我每一次去日本我都會買，然後我就是把它放在行李，然後有一包放在身上，所以我其實出国的時候不會帶濕紙巾。相对台灣的濕紙巾，酒精濕紙巾比起來，它其實很便宜，因為這一大包才20塊台幣。對，然後它裡面是2包入，就是2小包，所以其實放在包包上面其實很方便，就它的厚度不是很薄的那一种，不会很容易撕破它啦。說實話，所以其實你擦了一次之後，你還要繼續擦是還 OK 的。它最主要真的是 CP 值，因為其實台灣的酒精濕紙巾太貴了，真的是蠻貴的，我就不得不說。我們出去日本拍攝、出國拍攝的时候，其實很常要吃東西的时候，隨身攜帶這個很方便。对，我觉得这也很適合，就是你本身是有帶小朋友的，因為其實我覺得應該很多爸爸媽媽都已經會備這個酒精的濕紙巾，因為小朋友有的時候就是東摸西摸啊，你就是要吃東西之前一定要幫他擦一下手，或帶他去洗手啦。但是我覺得就是隨身攜帶一包，有需要用到的時候很方便。這個呢，其實我記得沒錯的話，去年底這個東西它其實就已經出了，那時候要去買的時候買不到，一直到今年我們上一次去哪裡？東京玩的時候，終於讓我買到了這個標籤機，這樣子一台的機器，沒有任何螢幕。然後它是要聯動你的手機，要下載一個 APP， 那你可以在那個 APP 裡面去設定你想要列印的姓名啊。重點是它可以支援中文哦。那它很棒的點是，它不只是可以印文字，它還可以印圖樣，你可以去截取你的圖片。那它其實是屬於就是熱感應的方式，所以它印出來不會是那種非常高清的樣子，所以建議你就是用這種簡單的線條印出來的話是很清楚。所以像我家的櫃子，我都會特別去標注說，就是這個是什麼用，這是什麼用，然後你還可以配上一個 emoji 的可愛的圖片在旁邊。它其實本身呢，除了它原本附的白色底的標籤之外，你可以再買得到它這種額外的補充袋。然後像這個是黃色底的。它寫 clear 就是透明的，給大家看一下，透明的感覺就是這樣子，就是你可以貼在有顏色底的東西上面，看起來就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啦，就是喜歡把東西標注出來的話，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以前我是一個大鬍子的人，花了2年的時間去做雷射除毛之後，其實我現在時不時還是會長出一些細毛，就開始會長出細毛之後，我就會開始要夾毛，就拔毛這樣，然後我就會請牧羊幫我拔。然後以前我家裡就是一般那種拔豬毛的那種夾子，然後就是很常會夾不起來，或者是夾不斷，然後我就上網查，就發現有這一款 Venus 的這一個美容斜口夾，用了它之後來。如何？畢竟要訪問使用者，它真的很好夾，它相對來講比較貴，可是我覺得這個錢是值得的，因為如果你用那種便宜的夾，很多細毛其實夾不起來，但這個的細毛真的是可以夾起來的，很容易就會把它夾起來。就是這個真的是我自己覺得用過之後回不去的。夾不管是有的時候要夾眉毛旁邊的一些邊邊的雜毛。也非常好用，然後像我有的時候這一個下面這邊也還是會長一些細毛，我也會直接用這個拔，真的基本上你只要對準的拔起來，一定不會失敗。對，我覺得它夾子真的蠻厲害的，它的那個夾尖是真的很精準。接下來呢，是我們實際買來用過之後不推薦、不會再回購的商品。我要先聲明一下，不回購或者是不推薦是我們自己用完之後覺得感受度不高，或者是覺得好像也還好的商品，在我們身上不適合，但是也許在你身上也不一定。所以說，我們就是如實的跟大家分享。八神寺的 Aroma Switch 涼感頸部止汗凝膠，當初啊，我就是會買這個的原因，就是我在社群上面看到一個 shorts。
他就說：“你知道日本女生都會香香的秘密是什麼嗎？”然後我就想說，對啊，到底是什麼呢？我就有被燒到，然後後來就知道他們就有說是大部分的日本的女生都會買一條這一個止汗凝膠來抹，它是這樣子凝膠狀的質地。然後呢，他是建議你就是可以把它抹在你的頸部、脖子的後面。它其實是一個淡淡的花香的味道。然後這一個是它有特別做涼感，所以你剛抹上去的時候，你會覺得有點微微涼涼的感覺。它特別是設計給你在脖子後面這邊很容易流汗的人使用，它也有做到止汗的效果。它當時有特別主打一個東西叫做 Aroma Switch， 就是香味的開關。意思是說，你今天抹上去之後，你只要流汗，它的那個香味的開關會跑出來，也就是說不會散發出來是汗臭味，是香味。但我自己使用下來的感覺是，我覺得它的香味消散蠻快的，涼感的感覺也沒有這麼明顯，一下下就會不見了。測試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是抹了之後，我有訪問我的同事，就是你有覺得我身上香香的嗎？他就說沒有。所以我覺得日本女生的秘密，也許可能這個只是秘密其中之一啦。可是我自己用下來的感受度沒有這麼高。為什麼會買這個染髮劑呢？其實主要是木易陽它本身頭髮很容易長，應該說它本身很容易長白頭髮，所以大概固定一個時間點，我就會在家裡幫它做染髮，幫它把它染黑。它沒有要染其他顏色的需求，它就是染黑。然後那時候就在大創有看到這個 Up To 的染髮劑。很平價，而且我那時候看到其實蠻驚訝的，因為它其實是日本制的。因為男生短髮其實這種分量很剛好，那確實我那時候也是買了2包，我就想說買來試試看。那為什麼這包一直沒有拆封呢？第一個就是它的味道真的太重了，超級臭，就是真的是會家裡打開通風很久那種，就是那個味道才會散去。第二個是它相對真的沒有這麼持色，蠻快就會又白回来了。它的優點其實應該就只有便宜而已，因為這一包等於只要20塊。在抹東西的人是我啦，我自己覺得那個味道真的太臭了。就是我那時候要幫他染這個，要用這個的時候，我是戴口罩的，不然真的太臭，沒有辦法繼續幫他用完。這個呢，也是我們在社群上面被燒到，大家都一直說什麼啊，在日本如果喉嚨不舒服啊，買一個來吃，馬上就改善。我那時候想說，真的假的？因為其實平常我工作，是蠻需要一直講話的狀態，所以有時候就想說，喉嚨確實會覺得卡卡的，或者是講話講很久會喉嚨不太舒服。我就想說，好，那我就買一個這個來吃吃看。那它本身是有很多種口味，像我之前有一盒是葡萄，那這個是橘子口味的。老實說，我自己覺得吃起來太甜了，因為我還是會比較喜歡喉糖，沒有這麼甜，然後是真的微微的涼涼的感覺。它是有微微的涼涼，可是我覺得甜度太高了，一小條一小條的包裝，一條裡面就是4個，就是一般喉糖我們常見的喉糖的這個狀態。可是我覺得有一個點就是，它這樣的一條打開來，然後應該說不是很好保存，因為你打開來好像一次就要把4顆吃完的感覺，感覺就是要你一天吃完4顆。對，可是它的甜度太高，我真的沒有辦法一次吃4顆。我自己是覺得感受度沒有很高啦，我真的只是需要吃一個喉糖改善的話，我覺得台灣也有蠻多喉糖是蠻不錯的，我沒有覺得日本的這一個有比較好。這個呢，也是我在社群上面被燒到，沒錯，就是社群上面就說什麼超厲害，什麼修剪鼻毛超方便，什麼鼻毛可以完全修到不見，我就想說，真的假的？因為說實話，我相信應該蠻多男生都會有鼻毛的問題，尤其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超過30歲之後，那個鼻毛長的速度超級快。然後我就想說，好，我本身就是日常我也蠻特別注重就是鼻毛的問題，買一組這個來試試看。整支是非常塑膠感的，然後在這個地方
是有刀片的，但是它的刀片是坐在裡面，所以說你不用怕說你這樣子會很容易去割傷。第一次使用它的時候呢，我就遇到了一個狀況，就是因為我的鼻毛比較粗硬，所以它就會去拉扯，所以你知道我一轉，然後就拉扯，痛死我了，我的眼淚直接大飆出來。在社群上面，只要看到有人又分享這個，我就會馬上在下面留言我的感受。比較常在修剪的話，它一定會比較粗，它就不適合使用這個。你就是像拔鼻毛的感覺，你想象一下那會有多痛。這個我個人是完全不會推薦。想當初啊，為了要買它真的一瓶難求，好不容易買到了，我就非常的興奮，想說哇，回來我就要立馬來用用看，是不是像大家說的什麼一噴，然後馬上就會睡得很好？我先說，我覺得沒有。但是畢竟它是使用就是天然的精油去調香，然後你噴在你的枕頭啦，或者是被子上面，我覺得它是增加香氣，增加那種睡眠放鬆的感覺。我覺得它並不是真的可以幫助你睡眠的東西，因為我覺得它的香气就是帶有一點薰衣草，帶有一點柑橘的味道。確實，你聞到那個味道，你會覺得哇，好放鬆哦，很舒服的感覺。可是我覺得它的重點就是它的香氣真的一下就不見了，我沒有覺得就是香氣很持久。我覺得我遇到的一個狀況是，我就是在枕頭上面噴完之後，因為你不可能噴完馬上躺下去嘛，因為它就濕濕的，所以你要稍微等它一下。等到你躺上去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有一點點味道了，可是一下子就不見了。香氣的持久度是蠻不高的。那你說真的有噴完什麼馬上睡死嗎？我個人是沒有啦。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如果你今天是喜歡睡覺的時候有一個香香的，增加那個儀式感的話，我覺得它是 OK。但我覺得不要覺得說用這個噴完之後會很好睡或者很助眠，我個人覺得是沒有這個狀況。這個之前也是在社群很紅大燒特燒，你就看到很多 reels 就是一直在分享說什麼 3COINS 必買，什麼兩用購物袋什麼的，然後當然我們也是就是被燒到，然後我們就買了一個來用用看。它特別主打的是它是一袋兩用，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是有背帶的，你可以就是後背，就是把背帶變手提。說實話，我覺得以功能性來說是蠻不錯的。然後你不用的時候，你又可以把它整個就是收起来，放在包包裡面，不會太佔空間。不過你要不要講講看缺點？它變成背包的時候，因為它的背帶會變成這樣一條。很細的感覺，對，就是會變成這樣，因為它本來設計應該會是這樣子寬寬的，讓你背在身上。可是如果你裝很重的東西的時候，它基本上就不會是彈開的。對，然後它就會變成這樣一條，然後到了它收尾的地方就會變這樣。就是我覺得這裡就是變很醜。我自己覺得背起來的感覺，會覺得這個地方會很勒你的脖子，尤其是你又背了裝一些重的東西在裡面的時候。真的會覺得勒在這邊，對，很不舒服，會覺得蠻痛的。對，我個人是覺得，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買這個包包，我覺得當手提是 OK， 對，或者是肩背，你背在這個地方。但是我覺得它一樣還是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你裝了很重的東西的時候，其實背在這邊，老實說沒有到非常非常舒服。我覺得這一款那時候主打兩用的。轉變上，它的東西會沒有這麼漂亮，我就覺得有點可惜，所以這是我比較不推薦的原因。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分享的日本必買好物推薦跟不推薦。因為說實話，現在真的大家蠻常去日本玩的，又加上現在匯率很好，又可以退稅，有的時候真的是。常常聽到人家講一句話是免稅不是免費，有時候真的會稍微發瘋啦。那因為我覺得現在社群上面的分享的東西其實也非常的快速，有的時候真的很容易會被燒到一些什麼。那我覺得就是借由今天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一些是我們真的日常很好用，一直會回購的商品，然後哪一些是真的也是被燒到，然後買了覺得很還好的，就跟大家分享。那當然，如果你也有什麼被燒到你覺得不推薦的東西，也歡迎在下面跟我分享。那當然也很歡迎跟我分享一些你覺得日常你已經買到很好用，你也會無限回購的商品，也歡迎跟我留言分享咯。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並且開小鈴鐺，我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也可以追蹤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我們下集見，拜拜。